紅牌本上板上定，電話打進足聯廳。規矩若能隨手改，今晚且看紅魔彩。美東時間7月6日晚上8點，北京時間7月7日早上8點，世界杯16強，西雅圖，东道主美國对比利时。看球的都知道，中立球迷向来喜歡看弱队爆冷，小國掀翻豪门，人人愛看。按這個慣例，今晚大家該盼着排名低一頭的東道主美國搞點事兒才對。可这2天你上網轉一圈，風向完全反着來，全世界的中立球迷齊刷刷站在比利時那邊，就盼比利時贏。為什麼？因為開球前24小時，FIFA幹了一件讓全世界球迷揉眼睛的事兒。這事兒跟戰術無關，跟裁判也無關，主角是一通從白宮打出去的電話。先把事情從頭捋。上周三32-16，美國2-0贏了波黑。第64分鐘，美國隊的头号射手巴洛贡拼搶裡失去重心，一腳踩下去，鞋钉結結實實落在對方後衛穆哈雷莫維奇的右腳踝上。主裁判看完場邊回放，直接紅牌。這裡給第一次看球的朋友說2句規則：裁判判的這一類叫嚴重犯規，看3樣東西：動作有沒有踩踏性質，用沒用力，危不危害對方安全，鞋釘對腳踝3條全占。紅牌在規則上立得住。而直紅為什麼自動停賽下一場，就是要讓危險動作付出確定的代價，誰都一樣，沒得談。這條規矩在世界杯上執行了幾十年，硬得像鐵。按世界杯的規矩，直紅自動停賽一場，這一條幾乎沒有商量的餘地。也就是說，今晚對比利时的生死戰，巴洛贡本來上不了，然後事情開始不按劇本走了。據美聯社的消息源，白宮方面直接聯繫了非法主席因凡蒂諾，特朗普本人在紅牌當天就親自打了電話，要求複審這張紅牌。到了周日，離開球還有24小時，FA 紀律委員會突然發了公告，依據紀律準則第4章第27條，巴洛贡的停賽緩期1年執行。翻譯一下，只要未來1年他不再犯同類的嚴重犯規，這一場停賽就不用做了。今晚他能上。特朗普隨後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發了一句話，原文是：感謝非法做了正確的事，糾正了一個巨大的不公。這裡得把第27條說清楚，因為它是整件事的鑰匙。這條平時是紀律條款裡一個類似緩刑的口子，紀律委員會可以決定把處罰全部或者部分緩期執行，一般用在開賽之前，用在情節確實有爭議的案子上，給球員一個觀察期。工具本身合法合規，白紙黑字寫在明面上，所以問題從來不在工具，在誰的手碰了這個工具，以及什麼時候碰的。而且你細品這個緩刑的設計，他罰的是未來，免的是現在。對4年一屆的世界杯來說，未來1年不再犯規這個條件，約束力約等於0。巴洛贡下一場正式大賽還不知道在哪年呢，所以這纸公告的實際效果就一個字兒：放。還有個最容易被忘掉的人，挨那一腳的波黑後衛穆哈雷莫维奇。波黑已經出局回家了，如今紅牌一緩刑，等於那一腳在紀律的賬本上約等於沒發生過。規則欠受害者的那句交代也跟着一起被緩刑了。還有一層背景你得知道，這屆世界杯辦在美國家門口，特朗普從一開始就把它當自家的大事。FIFA 主席因凡蒂諾更是白宮的常客。去年特朗普就職典禮，因凡蒂諾坐在觀礼席上。去年夏天美國辦事巨杯，決賽完了那座獎杯的複製品乾脆就擺在了白宮橢圓辦公室裡。這層關係全世界都看在眼裡。美國媒體這2天自己都在發問， FIFA 這個決定真有人覺得意外嗎？只是誰也沒想到這層關係會以改紅牌的方式擺上台面。順便把巴洛貢這個人也介紹2句，免得大家把火撒錯地方。這孩子2001年生在紐約，在倫敦長大，阿森納青訓出品，英格蘭、尼日利亞、美國3本護照都夠格代表。2023年他自己選了美国，選國家队的時候沒人幫他打電話，全憑自己拿主意。這回紅牌的事兒從頭到尾也不是他去求來的人情，球員本人其實是整件事裡最沒得選的那個。公告一出，整個足球圈炸了。比利時足協的官方聲明用了一個詞：震驚。他們認為這個決定違背了FIFA自己白紙黑字的規則，正在研究所有的法律選項。比利時主教練加西亞在赛前發布會上當着全世界記者說了一句話，原話是：我以前不知道世界杯上7月5號原来是4月1號，這是愚人節。比利时足協說要研究所有法律選項，包括打到國際體育仲裁法庭，可懂行的都明白，官司再快也快不過今晚8點的開球哨。等仲裁結果出來，這屆世界杯都踢完了，這才是最憋屈的地方。中立球迷這邊罵聲更直接，
大家的火不在巴洛貢身上，在那儿通電話上。有球迷調侃說，以後哪隊吃了紅牌，是不是先看看自己國家的領導人跟因凡蒂諾熟不熟？這話難聽，可他扎在點子上。規矩要是能被電話拨彎，那規矩還叫規矩嗎？不過說句公道話，這事兒也真有另一面。第一面，紅牌本身確實有的吵。你看全程回放，巴洛貢整個過程眼睛都在球上，失去重心往下落，那一脚是连带动作，收不回来。慢鏡頭一定格，鞋钉對腳踝，畫面嚇人。可按正常速度看一遍，很難說那是奔着人去的。美國隊主帥波切蒂諾和一票队友都公開喊冤，認為這球給黃牌足夠。這個觀點不丟人，站得住。第二面，緩刑這個工具也真不是給美國憲發明的。去年11月 ，C 羅在世預賽對爱爾蘭吃了紅牌，禁赛3场 ，FIFA 就把后2场緩期執行，讓他趕上了世界杯開幕。今年4月，阿根廷的奧塔門迪、厄瓜多爾的凱塞多停賽也都被延過。所以美國這邊說有先例，沒撒謊。可這裡頭有一道誰都繞不開的線。C 羅那些案子全是開賽之前走的程序，足協交材料，紀律委員會開會，按流程一步一步辦。而這一次是世界杯打到一半，是白宮的電話直接進了 FIFA 主席的辦公室。24小時之後，規矩彎了，你可以做個思想實驗，要是沒有那通電話，正常劇本長什麼樣？美國足協向紀律委員會提交申訴材料和補充視頻，委員會按排期审理。世界杯打的淘汰賽，一场接一场，等他審完，比利時這場早踢完了，也就是說走正常程序，巴洛贡今晚大概率上不了。最好的結果，也就是給后面的比賽留個說法。這才是過去幾十年裡所有球隊、所有球星走過的路。快車道不是不存在，只是它通向的窗口不在蘇黎世，在華盛頓。這裡的還有個黑色幽默 ，FIFA 自己的章程裡白紙黑字寫着一條鐵規：政府不得干預足球事務。歷史上，尼日利亞、科威特、印尼這些國家的足協都因為本國政府伸手管足球，被 FIFA 直接全球禁赛過。國家隊、俱樂部一鍋端，政府碰足協禁赛，總統電話打給 FIFA 主席本人緩刑，同一本章程兩副面孔，這才是全世界球迷這2天最堵得慌的地方。咱們守着屏幕看球，買的就是那份誰都得按規矩來的公平，這份公平打了折，比分再精彩都帶着水印。程序對了，結果有爭議，大家吵一架，吵完也就認了。程序歪了，結果哪怕是对的，全世界心裡都搁着一根刺。老馬把自己的看法放着，行政力量伸进球場，這事兒真不酷。不管哪個國家，不管哪位領導人，不管他初衷是不是真覺得冤，電話一打，遊戲就變味兒了。球是圓的，規矩得是方的，規矩要也跟着變圓了，那咱們大半夜爬起來看這個東西還有什麼意思？有人可能覺得不就一場停赛嗎？至於上纲上線，老馬給你打個比方，足球这遊戏的全部地基就一句話：規則面前誰都一樣。越位線不會因為你是東道主就往前挪1厘米，紅牌也不該因為你國家的嗓門大就打個折。地基上鬆一條縫，上頭的樓蓋得再漂亮都是晃的。對比利時來說，最實際的不公還不在道理上，在備戰上。人家按着巴洛貢缺陣的美國隊做了好幾天的戰術功課，開球前24小時告訴你人回來了，這活兒擱誰身上誰不憋氣。這正好半場啊，老規矩，訂閱先點上。下半段咱驗驗比利時的成色。先說一段老賬，因為今晚这场對決12年前就上演過一回。2014年巴西世界杯16強還是美國對比利時，那一晚美國門將霍華德一個人撲了15次，創下世界杯單場撲救紀錄，硬是把0-0扛進了加時。然後一個23歲的比利時年輕人站了出來，加時賽第93分鐘一腳把球打進，比利時最終2-1送美國回家。那個年輕人叫德布勞內，12年過去，當年的毛頭小子今晚34歲，帶着比利时的隊長袖標，又一次站在美国隊对面。你說足球這劇本繞不繞啊？那这支比利時到底什麼家底兒？翻開看看，別光憑名氣下結論。紙面上比利時是老錢，世界排名第9對美國第17，陣容成色高一檔，中場站着德布勞內，34歲。去年11月肌肉撕裂，歇到今年2月，傷愈回來，趕上自己職業生涯最後一屆世界杯。今晚帶着袖標首發，
你可能還記得2018年那支世界排名第1的比利时阿扎尔·德布劳内领着黄金一代拿了个世界杯季军，那是他們離頂峰最近的一次。那批人後來成了歐洲足球最大的意難平，排名世界第1掛了好幾年，大賽就是差最後一口氣，一座冠軍沒撈着，生生把黃金一代4個字熬成了遺憾的代名詞。之後一屆不如一屆，阿扎爾退了，老一批散了，到這屆全隊就剩德布勞內一個人扛着旗。好消息是他這屆狀態是真回來了，傷癒之後越踢越順。塞內加爾那場加時鏖戰，比利時每一波像樣的進攻幾乎都要過他的腳，黃金一代最後的體面就壓在這幾場球上了。可這屆踢下來，比利時走得磕磕絆絆，小組賽先平埃及，又平伊朗，靠一場5-1新西蘭才緩過勁兒。頭名是拿了，過程不好看，32-16對塞內加爾，踢到加時才3-2過關。反觀美國，4-1巴拉圭，2-0澳大利亞開局，末輪輪換陣2-3輸土耳其無關痛癢，32-16又是2-0乾淨利落贏波黑，主場一路聲浪滔天。還得替美國說一句，這隊本身沒什麼原罪，一幫20來歲的年輕人敢打敢衝，球迷買賬，這份特赦落下來，壓力反而全壓到了球員頭上。贏了，有人說靠特權；輸了，更沒法交代。盤口最誠實，博彩公司開出來，比利時贏和美國贏的賠率幾乎一樣，晉級概率對半開。翻譯成人話，今晚這局天平本來就擺在正中間，這也正是那通電話最討厭的地方。5-5開的局，有人往一邊偷偷放了顆砝碼，落到球場上，今晚就盯3個點。第一，巴洛貢本人的狀態，被紅牌和特赦來回折騰了1個禮拜，全世界的目光盯在他一個人身上，他還是不是美國鋒線那個支點，直接決定美國進攻的成色。第二，德布勞內對美國的年輕中場，34歲的腦子對20來歲的腿，是他先把節奏捏住，還是先被刨死？第三，主場聲浪這把雙刃劍，西雅圖的球迷能把美國隊抬起來，也能在比分落後的時候把壓力原樣翻倍的壓回去。到這兒，開頭那個問題就有答案了。中立球迷為什麼這回不判爆冷，集體占了比利時，倒不見得多愛比利時。大家想看的是同一個劇本，規則被特權擰彎之後，球場自己把它擰回來。比利時足協真要咽不下這口氣，賽後還有一條路，把官司打到國際體育仲裁法庭，那是體育世界的最高法院。佛的就當年那樁紅牌冤案就打得過那兒，可那條路再正也改變不了今晚哨一響，巴洛貢就站在場上。強者從不給自己找借口，這話不光是給比利時打氣兒，是這屆世界杯反覆驗證過的道理。佛得角沒主場沒聲援，照樣把阿根廷拖進加時。挪威頂着2成出頭的賠率，把5星巴西掀翻了。真強者的共同點就是把場外那些事全當空氣。比利時要真是那個強者，最好的回應只有一樣：比分、聲明、上訴。發布會上的挖苦都趕不上90分鐘之後記分牌上那行字管用。順便說一句，今晚的贏家不輕鬆，8強等着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的勝者，哪條路都是硬仗，沒人有空委屈。所以今晚老馬最期待的結局是這樣的：巴洛貢首發登場，西雅圖滿場的主場聲浪，FA 的公告墨跡未乾，然後比利時頂着這一切把球贏了。要真踢成這樣，那是真牛逼。那一刻不用誰寫檄文，足球自己會把話說完。反過來，美國要是贏了呢？球沒有毛病，贏球的隊員沒有毛病，只是巴洛貢最好用一場乾乾淨淨的表現去回答所有盯着他的眼睛。這一場他欠的不光是進球，還有一種可能也別忘了，比利時被這麼惡心一道，今晚反而踢得更狠。足球場上見得多了，被欺負到頭上的那一方，當晚往往踢出整屆最兇的一場球。情緒這東西用對了地方就是汽油。北京時間明天早上8點，西雅圖見分曉。你怎麼看這通電話？覺得紅牌本來就冤，放人沒毛病的，評論區扣個1；覺得程序歪了，一切白搭的，扣個2。順手把你預測比分打出來，猜中的回頭來領賞。覺得老馬撈的還重，訂閱點一個，明早這場球的復盤第一時間到賬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